进入4G 时代，互联网社区彻底移动化。这一时期的核心叙事是萌芽的垂直社区如何破圈、扩张、商业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社区文化的稀释与重构。算法推荐开始取代人工编解和版主，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机制。B 站从二次元走向泛娱乐，知乎从精英走向大众，小红书从海涛攻略变成生活方式圣经。每一个平台都在增长与调性之间艰难平衡。2014年 ，B 站正式推出了标志性的100题会员考试制度，新用户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100道题目，涵盖二次元文化知识、弹幕礼仪、社区规范等内容，答对60题以上才能成为正式会员。这一机制堪称中国互联网社区史上最严格的准入门槛。它的存在有2重意义：第一，它是一种文化筛选器，将对二次元文化毫无了解的路人挡在门外，确保社区成员具有基本的文化共识；第二，它是一种身份认同仪式，通过考试的过程本身，强化了用户对社区的归属感。我是通过考试才进来的正式会员，成为一种荣誉。这一时期 ，B 站形成了独特的社区黑化体系，下次议定，嘴上说投币，实际没投，一键3连，点赞加投币加收藏，前方高能，精彩内容预警，弹幕护体，恐怖片的心理安慰。这套语言系统既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区分圈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界。2016年起 ，B 站开始有意识地拓展内容边界。除了传统的动画、游戏、鬼畜 ，B 站陆续上线了生活区、时尚区、知识区等频道。其中，知识区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罗翔、法律科普、半佛仙人、财经评论、巫师财经、商业分析等知识类 UP 主的爆红，证明了 B 站用户并非只爱娱乐，他们同样渴求有深度的内容，只是需要用更年轻化、更有趣的方式呈现。这种内容泛化带来了用户基数的快速增长，但也引发了老用户对变味的抱怨。每当 B 站引入新的内容品类或合作方，弹幕和评论区总会出现 “B 站变了，二次元已死”的声音。社区治理在扩圈与留存之间艰难平衡。2019年12月31日 ，B 站举办了首届“最美的夜”跨年晚会。这台晚会融合了《哈利波特》交响乐、魔兽世界舞蹈、红色爱国歌曲《亮剑》主题曲与虚拟歌姬洛天依与国乐大师方劲龙的合奏，看似混搭，实则精准击中了年轻一代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共鸣。这台晚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现象级传播，被誉为吊打传统卫视春晚。它标志着 B 站从二次元小众社区正式跻身主流文化平台，也宣告了 Z 世代的审美开始定义中国的大众文化。然而，破圈的代价很快显现。2020年5·4青年节 ，B 站推出宣传片《后浪》，由国家1级演员何冰慷慨激昂地向年轻人致敬：“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这支视频在主流媒体获得赞誉，却在 B 站内部引发巨大争议。老用户认为，视频中展现的优渥生活、跳伞、旅行、潜水、赛车，根本不能代表真实的普通青年，更像是前朗对后朗的想象和凝视。B 站背叛了草根与宅文化基因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这场争议折射出 B 站商业化路上的核心矛盾：如何在向主流人群扩张的同时，不丢失核心用户的认同。2013年3月，知乎宣布开放注册，结束了长达2年的邀请制时代。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知乎的命运。在随后的几年里，用户基数从40万暴涨至数千万，但社区氛围也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开放注册后的知乎开始出现大量水化内容，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年入100万。成为一种被群嘲的刻板印象，
讽刺那些虚构精英人设、编造成功故事的答主。在知乎分享你刚编的故事成为流行梗，网友戏称知乎为编乎、壁乎。有趣的是，知乎在发现编故事现象后，并没有一味打压，而是顺势将其商业化。2019年推出的严选专栏，实际上承认了社区性质的转变，从知识库变成了网文阅读平台。在严选专栏里，大量打着真实经历旗号的虚构故事成为付费内容，情感、悬疑、职场等题材的爽文大行其道。这种转变反映了社区在商业化扩张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困境，内容质量稀释与信噪比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知乎的案例证明，当一个社区从小众精英走向大众平台时，它的核心气质往往会被彻底重塑。2014年后，小红书逐渐从单一的海涛攻略社区扩展为覆盖美妆、护肤、穿搭、旅行、美食、健身等多领域的生活方式平台。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种草成为小红书的核心词汇，它指的是通过真实或看似真实的用户体验分享，激发他人的购买欲望。小红书的内容形态以图文笔记为主，用户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穿搭心得、旅行攻略，配以精心拍摄的照片。与微博的碎片化、朋友圈的私密性不同，小红书的内容更具有实用价值，它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这种 A 认知、I 兴趣、P 购买的链路，使得小红书天然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小红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KFS， 也就是 KOL Feeds Search 营销模式。品牌方不再只是投放硬广，而是通过 KOL、KOC 发布种草笔记，再通过信息流推送给潜在人群，最后通过搜索拦截确定的消费意向。这种模式模糊了广告和内容的界限，使得社区彻底商业化。然而，商业化也带来了信任危机。滤镜诈骗，也就是照片过度美化与实物严重不符，和虚假种草，也就是品牌付费的软性广告伪装成真实体验等问题频发，引发用户对小红书内容真实性的质疑。如何在商业变现和社区信任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小红书持续面临的挑战。长期以来，小红书的女性用户占比高达90%以上，形成了以他经济为核心的社区生态。这种高度集中的性别结构，既是优势，精准的用户画像、高转化率的消费场景，也是限制，增长天花板，内容品类局限。为了突破增长瓶颈，小红书在2018年到2019年开始尝试引入男性用户，推广数码、露营、钓鱼、健身等直男内容。然而，这一策略进展缓慢，单一性别社区向全性别平台的转型面临巨大的文化阻力。直到2020年代，小红书才通过露营经济、物坏运动等内容，成功吸引了一批男性用户。与小红书的他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虎扑，中国互联网最典型的直男社区。虎扑成立于2004年，以 NBA 篮球论坛起家，逐渐扩展为涵盖足球、电竞、数码、汽车等领域的综合体育社区。虎扑的核心板块步行街，原名开放区，形成了独特的男性话语体系。用户自称 JRs， 也就是家人们，用绿了指代被出轨，卧槽表达惊叹，鉴定为真假，评判帖子真实性。虎扑的女神大赛每年吸引大量用户参与投票，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年度话题。虎扑的社区文化以直言不讳、毒舌著称，对流量明星，尤其是小鲜肉类型的对抗性讨论尤为激烈。2018年，
虎扑与蔡徐坤粉丝的昆仑大战成为中国互联网性别对立与饭圈文化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这种对抗性讨论强化了社区的内部凝聚力，但也使虎扑日益成为一个封闭的男性同温层。这一席间，中国互联网社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内容分发从人工编辑或版主推荐转向算法推荐。2012年上线的今日头条是这一转变的先驱，它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用户的阅读偏好，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推荐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内容生产的逻辑。在版主时代，创作者对版主和核心用户负责，追求内容的深度与质量；在算法时代，创作者对算法负责，追求点击率、完播率、互动率等数据指标。内容生产变成了一种针对算法的解题过程。什么样的标题能吸引点击？什么样的开头能留住用户？什么样的节奏能提高完播率？这种转变在短视频领域尤为明显。2016年上线的抖音将数据吸引力模型推向极致，单列全屏的信息流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算法以毫秒级的速度捕捉用户的微表情，创作者在平台的规训下批量生产同质化内容。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社区从人治走向机器治理，也为算法时代与短视频双城记埋下了伏笔。2014到2019年是中国垂直社区的黄金期与转型期。B 站、知乎、小红书、虎扑等平台都经历了从小众精英到大众平台的扩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同一个核心矛盾：破圈带来增长，但也稀释社区文化；坚守调性，保持认同，但也限制了增长天花板。B 站用100题考试和弹幕文化维持了一定的社区春度，但后狼争议暴露了新老用户的裂痕。知乎开放注册后水化严重，从知识社区变成了故事会。小红书在商业化与信任之间艰难平衡，滤镜诈骗成为挥不去的阴影。虎扑坚守指南文化，却也日益成为一座孤岛。这一时期，算法推荐开始取代人工编辑，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机制。这种转变将在下一个时期2016到2024年达到巅峰。抖音与快手的崛起将彻底重塑中国人的时间观和信息获取方式，而小红书则将在2020年代完成从种草社区到生活方式搜索引擎的又一次蜕变。算法推荐开始取代人工编辑，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机制。2016年，这场变革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抖音的上线标志着短视频时代的全面到来。在此后的8年里，抖音与快手这对双子星彻底重塑了中国人的时间观、信息获取方式乃至阶层认知。与此同时，小红书完成了从种草社区到生活方式搜索引擎的惊人蜕变，而曾经辉煌的传统社区则在这场算法革命中加速陨落。2016年9月，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名为 A.me 的短视频应用，这便是抖音的前身。彼时，短视频赛道已有快手、美拍、秒拍等玩家，但张一鸣团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空白：音乐短视频。2016年12月 ，A.me 正式更名为抖音，定位为专注年轻人的15秒音乐短视频社区。抖音早期的用户画像高度聚焦1、2线城市18到24岁，追求潮流与自我表达的年轻人。通过与热门音乐的深度绑定，抖音迅速在年轻群体中建立起酷的品牌认知。2017年，抖音日豪用户突破1000万。2018年春节期间，借助海草舞等病毒式传播的挑战赛，抖音日豪一举突破6000万，
完成了从小众到大众的关键跨越。抖音的成功在于它将数据吸引力模型推向了极致。与快手的双列信息流不同，抖音首创的单列全屏信息流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与内容的关系。在传统的信息流产品中，用户需要主动选择点击哪条内容，而在抖音的单列模式下，内容自动全屏播放，用户不需要点击，只需要滑动。这种饭来张口的交互机制创造了极低的内容消费门槛，同时也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你无法预知下一条是什么，只能被动接受算法的投喂。这种设计使得算法能够以毫秒级的速度捕捉用户的微表情、停留时长、完播率、是否点赞、是否评论、是否转发，每一个细微的行为数据都被算法记录、分析、学习。抖音的推荐系统由此变得越来越懂你，而用户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精心设计的时间黑洞。抖音不仅仅分发内容，它还在教育创作者。通过抖音创作者助手、巨量学堂等官方渠道，平台不断发布热门挑战、流行 BGM、爆款模板和滤镜，诱导创作者模仿。官方甚至会明确告诉创作者，什么样的封面能提高点击率，什么样的开头能留住用户，什么样的节奏能提高完播率。在这种机制下，创作者不再是对粉丝负责，而是对算法负责。内容生产变成了一种针对算法指标、完播率、互动率、转粉率的工业化解题过程。创作者们研究黄金3秒法则，前3秒必须抓住注意力，钩子文案用悬念诱导用户看完，数据复盘分析每条视频的流量曲线。创作的艺术性让位于数据的确定性。早期抖音的流量红利吸引了大量 MCN 多频道网络入驻。不同于快手的家族式、作坊式生长，抖音的 MCN 更像是精密运转的内容工厂。头部 MCN 如无忧传媒、OST 传媒等，建立了从选人、培训、内容策划、拍摄制作到商业变现的完整流水线。一个素人进入 MCN， 经过标准化的培训和包装，可以在数月内被制造成拥有100万粉丝的网红。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将注意力变现的效率提升到了极致，但也导致了内容的高度同质化。打开抖音，你会看到无数相似的脸、相似的文案、相似的套路。2020年后，抖音开始了激进的电商化转型，从最初的边看边买到兴趣电商，再到2023年提出的全域兴趣电商。抖音试图将自己从一个娱乐平台升级为消费基础设施。抖音电商的核心逻辑是货找人，用户不需要主动搜索商品，算法会根据你的兴趣标签，将商品通过短视频或直播推送到你面前。这种模式创造了大量的冲动消费，也催生了东方甄选和交个朋友等现象级直播间。到2024年，抖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短视频平台，它同时是国民级的娱乐消遣工具、年轻人的新闻资讯来源、本地生活服务入口、团购、外卖、万亿级的电商平台、求职招聘渠道。这种超级 App 的野心，使得抖音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具统治力的平台之一。快手的历史比抖音更长，但发展路径截然不同。2011年3月，程一笑创建了 GIF 快手，最初只是一个制作 GIF 动图的工具。2013年夏天，速滑加入并主导了快手向短视频社区的转型。与抖音从1、2线城市精英人群切入不同，快手从一开始就扎根于下沉市场，3、4线城市、县城、农村。这种用户画像的差异决定了快手与抖音截然不同的社区气质。如果说抖音是1、2线城市精致的剧场，那么快手就是广袤中国乡村的广场。快手早期坚持的公平普惠流量分发逻辑是其区别于抖音的核心特征。在快手的算法设计中，刻意引入了基尼系数控制，抑制头部流量的过度集中，将更多曝光机会分配给普通创作者。这意味着，即使你只是一个粉丝寥寥的普通人，你拍摄的视频也有机会被看见。
这种流量哲学使得快手成为了看见看不见的中国的窗口。在快手上，你能看到东北农村的杀猪匠记录日常，贵州深山的养蜂人展示曲密过程，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拍摄高空作业，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分享三班道的生活。这些在主流媒体和一线城市视野之外的人群，通过快手第一次拥有了自我表达的麦克风。他们不再是被代言的沉默大多数，而是内容的主体。老铁一词源于东北方言，意为关系极好的哥们儿。在快手语境下，它演化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情感契约。快手的主播多为底层青年或农民，通过展示真实的，有时甚至是粗粝的生活，换取观众的打赏与认同。观众的一句“老铁666”，既是点赞，也是对这种生命力的确认。这种关系不同于抖音上粉丝对网红的单向仰望，而是一种更平等、更亲近的铁哥们儿关系。土味是快手内容的标签，也曾遭到主流舆论的嘲讽与抵制。然而，这种土味恰恰是数亿底层人口真实生活的折射。快手用户不追求精致的滤镜和完美的剧本，他们要的是真实，哪怕这种真实是粗糙的，甚至是尴尬的。基于老铁这种关系的信任，快手的直播带货呈现出极高的转化率。粉丝购买商品往往不是因为商品本身，而是为了支持主播，也就是给老铁捧场。这种基于人情的交易模式和淘宝基于搜索比价、抖音基于算法推荐的交易模式截然不同。在快手，主播与粉丝之间的信任是核心资产。一旦主播翻车，也就是卖假货或欺骗粉丝，这种信任将瞬间崩塌。快手的头部主播如辛巴，也就是辛有志家族，正是这种信任电商模式的典型代表。辛巴凭借与粉丝建立的深厚情感连结，创造了单场直播数十亿的销售神话，但也因2020年10月的假燕窝事件遭遇严重信任危机。该事件于11月曝光后，辛巴被平台封禁，成为直播电商行业信任崩塌的标志性案例。2019年后，面对抖音的强势竞争，快手开始了艰难的破圈尝试，签约周杰伦，冠名春晚，引入明星入驻。快手试图撕掉土味标签，吸引1、2线城市用户。然而，这种破圈策略带来了社区文化的稀释。老用户抱怨快手变味了，新用户又觉得快手还是土。快手陷入了与 B 站、知乎类似的困境，坚守调性会限制增长，激进破圈会丢失灵魂。到2024年，快手虽然稳居短视频赛道第2，但与抖音的差距持续拉大。曾经引以为傲的公平普惠算法，也在商业化压力下逐渐妥协，头部集中度不断提高，快手的广场精神正在褪色。进入2020年代，小红书完成了又一次惊人的蜕变，它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搜索引擎，逐步取代百度在生活决策领域的地位。一个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Z 世代、阿尔法世代不再使用百度搜索生活类问题，而是直接打开小红书。怎么穿搭？去小红书。去哪儿旅游？去小红书。吃什么？去小红书。怎么写简历？去小红书。考研攻略？去小红书。租房避坑？去小红书。2024年第4季度数据显示，小红书日均搜索量已达到约6亿次，逼近百度的1半。平台月活用户约3.2亿至3.4亿。这种迁移的原因在于，用户更信任活人的经验分享，而非搜索引擎提供的冷冰冰且充斥着 SEO 广告的网页链接。当你搜索某某城市3日游攻略，百度给你的是千篇一律的旅游网站软文，而小红书给你的是真实用户的行程记录、踩坑经验和实拍照片。
真实感成为小红书最大的竞争壁垒。小红书的内容边界在持续扩展，它不再仅仅是美妆、穿搭、旅游的种草平台，而是涵盖了生活方方面面的说明书、职场攻略、面试技巧、PPT 模板、职场人际关系、生活技能、做饭教程、收纳整理、养朋指南、情感咨询、恋爱建议、分手疗愈、婚姻经营、健康医疗、症状自查、就医流程、康复经验、法律财务、租房合同、理财入门、维权指南。这种内容的泛化，使得小红书实质上成为了一个生活方式的百科全书，而其 UGC 属性又赋予了这个百科全书独特的人味和烟火气。然而，算法推荐的双刃剑效应在小红书上同样显著。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特定的生活方式会瞬间成为全民模仿的范本。新中式穿搭火了，满大街都是马面裙；特种兵旅游火了，年轻人3天打卡10个城市；露营风火了，城市周边的草坪被帐篷占满。这种审美趋同导致了个性的消解与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全国各地涌现出无数小京都、小连康、小圣托里尼打卡点，本质上是算法驱动下的复制粘贴。更深层的问题是滤镜焦虑。小红书上的精致生活图景、完美的穿搭、完美的旅行、完美的早餐，给普通用户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什么我的生活和小红书上不一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2021年，小红书滤镜景点翻车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暴，正是这种信任危机的集中爆发。小红书从2020年起大力拓展男性用户的策略，在2021至2023年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7月，男性用户占比首次突破30%。露营经济的爆发是一个标志性节点。小红书成功将露营从小众爱好推广为全民热潮。然而，单一性别社区向全性别平台的转型仍面临文化阻力。男性用户的涌入改变了社区氛围，部分女性用户抱怨评论区变了味儿。如何在扩张中保持社区调性，是小红书持续面临的挑战。根据 CNNIC 第53次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及2024年最新数据，中国网民总规模10.92亿，2023年12月11.08亿，2024年12月，互联网普及率77.5%， 2023年12月78.6%， 2024年12月，手机上网比例99.9%，人均单日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约5.5到7.25小时，不同统计口径。短视频时长占比约34%到36%，短视频月活用户突破10亿，约10.26亿到10.40亿。这意味着中国人每天醒着的时间里，有相当大比例花在了手机屏幕上，而这些屏幕时间中，又有超过1/3被短视频吞噬。抖音与快手不再仅仅是娱乐工具，它们已经成为国民的新闻资讯来源。刷抖音看新闻，事实上的搜索引擎，抖音搜索教程，万亿级的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本地生活服务入口，团购外卖。短视频已经成为仅次于即时通讯的第2大互联网赛道，深度嵌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世代的中国网民栖息在截然不同的数字空间里。60后、70后，微信是他们的数字生活中心，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构成了他们获取信息和社交的主要渠道。他们也开始刷抖音、快手，但更多是被动消费，而非主动创作。80后经历了从 BBS 到微博再到短视频的完整迁徙，他们是天涯、猫扑的移民，对古典互联网的逝去怀有复杂的情感。工作中用微信，
娱乐中刷抖音，偶尔还会打开豆瓣和知乎。90后，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微博是他们的公共广场，小红书是他们的生活指南，B 站是他们的精神角落，抖音是他们的时间黑洞。他们在不同平台之间灵活切换，游刃有余。00后、10后，短视频的原住民，对他们而言，抖音和快手不是新媒体，而是像空气一样自然的存在。他们可能从未完整读过一篇长文，但能在15秒内完成信息的获取与判断。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算法深度塑造。当每个人都活在算法为自己定制的信息茧房里，跨代际、跨圈层的对话变得愈发困难。父母刷到的是养生视频和正能量鸡汤，子女刷到的是二次元和鬼畜，小镇青年刷到的是土味情景剧，一线白领刷到的是精致 Vlog， 男性用户刷到的是美女和游戏，女性用户刷到的是穿搭和育儿。算法不生产内容，但算法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内容。当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时，公共讨论的基础正在瓦解。我们得到了个性化的信息投喂，却可能正在失去彼此对话的能力。这或许是算法时代最深刻的代价。2016年至2024年是中国互联网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8年。形态之变，文本让位于视频，长内容让位于短内容，深度让位于速度。15秒的短视频取代了数万字的长帖，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载体。权力之变，版主让位于算法，人工编辑让位于机器推荐。内容的生死不再由群举管理者决定，而是由冷冰冰的数据指标裁决。关系之变，从陌生人社区到算法投喂。传统 BBS 时代，用户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算法时代，用户被动接受系统推送的内容。人与人的连结被人与算法的博弈所取代。商业之变，从流量变现到注意力收割。抖音、快手、小红书都在将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社区的公共性让位于商业性。在这场变革中，传统 BBS 社区加速陨落。天涯在2023年的关停，成为这个时代最具象征性的告别。接下来，我们将回到那个告别的现场，追问：当天涯死去，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2023年4月1日，天涯社区因长期拖欠伺服器费用被关闭伺服器，网站无法访问。据报道，天涯仅欠海南电信 IDC 机房费用就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而公司总被执行金额累计超过1.46亿元。5月27日，天涯创始人邢明正式确认平台关停。公司已将除数据外的所有资产出售给伺服器运营商，团队大幅缩减。随后，一群前员工和忠实粉丝在短视频平台抖音发起了为期1周全天候的直播筹款活动，试图重启天涯。目标是让网站短暂复活，至少让用户能够下载自己的帖子和文件。然而，这场持续1周的直播仅筹集到约20.47万元，直播收入14.99万元加捐款5.48万元，远低于300万元的目标。直播不仅频繁出现技术故障，还因销售的商品 T 恤、水果、坚果与网站毫无关联而遭到批评。网友们还指出，在抖音主要被年轻人使用平台的进行直播，可能触达不了天涯的目标受众。天涯的倒下，标志着 PC 古典网络时代的彻底终结。老用户怀念的不仅是数据，更是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愿意花几个小时写帖读帖、为公共事务激辩的慢阅读时代。直播重启的失败，残酷地证明了情怀无法变现，旧时代的遗老已无力支撑一个过时的平台。
中国网民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个短语来描述天涯的命运：时代的眼泪。天涯的衰落并非一朝一日，早在2010年代初期，随着微博的崛起，天涯的优质创作者就开始外流，长帖文化被碎片化阅读取代，深度讨论被140字的即时表达碾压。天涯管理层在商业化路径上的摇摆不定，先后尝试过电商、区块链，甚至发行虚拟货币，却始终未能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时代精神的转变。天涯繁荣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对公共议题充满热情，对理性辩论抱有信仰的年代。那时的网民相信微观改变中国，相信键盘敲出的文字可以撼动现实。而到了算法时代，注意力被短视频切割成15秒的碎片，公共讨论让位于私域的情绪宣泄，深度让位于流量。天涯所代表的广场精神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天涯并非唯一倒下的巨人，猫扑在经历了多次转型失败后，早已沦为互联网的活化石。2018年，猫扑伺服器关闭，网站一度无法访问。虽然此后勉强恢复，但早已人去楼空。曾经创造了无数网络流行语，捧红了芙蓉姐姐的猫扑打杂烩，如今只剩下零星的怀旧帖子和满屏的暗广告。百度贴吧虽然依托百度的流量优势存活至今，但其黄金时代同样一去不复返。2016年的贴吧血友病吧被卖事件，暴露了商业化对社区业态的侵蚀。大量吧主被撤换，优质社区被广告和营销号占领。曾经的百度罗浮宫礼仪吧，如今也难逃流量衰退的命运。当人们怀念天涯、猫扑、水木清华时，他们怀念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网站，而是一种已经消逝的互联网精神。匿名带来的平等感，长文阅读带来的深度思考，版主制度带来的社区自治和生人之间基于思想共鸣建立的连结。在那个车马慢的年代，一个 ID 可以承载一个人的第二人生。网友们愿意花几个小时转写一篇帖子，愿意通宵达旦追一个连载，愿意为一个素未谋面的网友两肋插刀。这种慢的价值，在算法驱动的快餐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天涯的倒下，不仅是一个商业案例的失败，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它提醒我们，互联网并非只有一种形态，社区也并非只能被算法定义。在追逐效率和流量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丢失了一些更珍贵的东西：深度、连结和那种愿意为生人停留的善意。政策监管始终是中国互联网社区发展的重要变量。30年来，监管模式从粗放走向精细，从单一行政命令走向法治化治理，深刻重塑了社区的形态与边界。中国互联网实名制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渐进式落地过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期，2002年到2005年。2002年，国务院发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要求网吧对上网用户进行实名登记，这是中国互联网实名制的最早实践。2005年3月16日，清华大学 BBS 水木清华发生316事件，在校方要求下，论坛限制校外 IP 访问并推行实名注册，引发校内外用户强烈反弹。这标志着高校 BBS 从开放走向封闭，也是实名制在特定社区的首次大规模落地。此后，北大未名、复旦日月光华等高校 BBS 相继跟进，中国高校 BBS 的黄金时代由此终结。第二阶段，长时期，2006到2011年。这一时期，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索更大范围的网络实名制。
2006年，有关部门提出博客实名制倡议，但遭遇舆论强烈反弹，最终未能全面推行。2010年，工信部曾酝酿手机实名制，但同样因执行难度和隐私争议而进展缓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政策试探、反复博弈，实名制的边界尚未明确。第三阶段，全面落地气。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基本原则。该决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用户注册时收集真实身份信息，但允许用户在公开发言时使用网名。这一折中方案在保护表达自由与打击网络犯罪之间寻求平衡。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生效，将实名制要求上升为法律强制义务。该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信等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手机号绑定成为所有主流平台的强制标准，后台实名从此全面落地。第四阶段，深化期。2021年到2024年，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书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实名验证系统，未成年人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进行1小时游戏。这是实名制在特定领域的极致化应用。2023年10月31日，各大社交平台开始推行100万粉大 V 前台实名政策，要求拥有100万以上粉丝的账号公开显示真实姓名。这表示了实名制从后台走向前台，大 V 的公共责任被进一步强化。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遏制谣言传播和大 V 带节奏现象，批评者则担忧这将压缩公共讨论空间，加剧自我审查。实名制有效遏制了网络诈骗、谣言传播和网络暴力，提升了网络空间的可信度与可追溯性。但同时，它也改变了早期互联网匿名狂欢的属性，用户的自我表达开始受到更强的社会性约束。隐身成为一种奢望，而自我审查则成为一种本能。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组后改为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治理进入顶层设计时代。中央网信办、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作为领导组的办事机构，成为网络内容管理的核心部门。此后，针对网络乱象的治理进入常态化、专项化阶段。2021年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活动，这是社区治理的标志性事件。针对微博、豆瓣、贴吧等平台上粉丝互撕、集资打榜、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等乱象，监管部门出台了系统性措施，取消明星艺人榜单，各平台全面下线明星打榜功能，切断数据女工的运作基础，规范粉丝群组管理，解散非理性粉丝群组，整治饭圈互撕谩骂，规范未成年人消费，禁止未成年人打赏，限制诱导粉丝消费的行为，整治职业黑粉，打击有组织的网络水军和职业黑粉产业链。这一行动直接改变了社区的流量逻辑。过去，粉丝可以通过打头、打榜加投票为偶像刷数据，数据成绩反过来影响商业资源分配，形成流量至上的恶性循环。清朗行动打破了这一闭环，使数据女工式的刷量行为受到遏制，社区生态向理性回归。2021年也是豆瓣的转折点。面对饭圈大规模的控评战争以及部分小组的敏感讨论内容，国家网信办对豆瓣进行了多次处罚。2021年全年，豆瓣累计被罚款超过900万元，多次被要求下架整改。
豆瓣俄组于2021年9月23日被停用整改，2022年4月14日被永久关闭，长时将暂停回复功能，也就是盖楼，严重打击社区活跃度。豆瓣被迫修改评分机制，增加可讯用户的权重，剔除异常刷分数据。这些整改措施标志着那个自由野蛮生长的豆瓣时代的终结。俄组及多个关联小组被永久关闭后，大量用户流散至 Reddit 和 Telegram 等海外平台，形成了一次典型的数字流散。自2021年起，清朗专项行动成为年度性的常规治理机制，每年针对不同领域开展整治。2022年，整治网络暴力、饭圈乱象回潮、未成年人网络环境。2023年，整治自媒体乱象，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2024年，整治网络谣言、虚假信息、标题党。2025年，持续推进网络生态治理。这种常态化的双向治理模式，使平台始终处于高压监管之下，内容审核标准不断收紧。网络暴力是中国互联网社区的顽疾，从2006年的童须门事件到2023年的粉发女孩事件，网络暴力的形态在不断演变，但其本质，也就是基于匿名性的群体性攻击，始终未变。2006年4月12日，童须门事件爆发，一名魔兽世界玩家在论坛发帖，声称妻子与游戏公会会长童须发生婚外情，帖子迅速引发全网关注，网友们对童须进行了疯狂的人肉搜索，公布其真实姓名、学校、照片，甚至波及其家人。童须被迫退学，生活彻底改变。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网络暴力史上的里程碑，首次展示了网络审判的恐怖力量。2022年7月，粉发女孩事件开始发酵，一位染着粉色头发的研究生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毕业照和生活日常，却因发色和穿着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被辱骂为妖精、不正经。网暴持续数月，当事人于2023年1月23日不幸离世。春风吹过你曾奔跑的街巷，录取通知书映着夜夜慈祥的目光，粉色发丝如樱花般绽放，怎料潮水般的恶语撕裂时光。这一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网络暴力的深刻反思。针对网络暴力，中国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事后追责到综合治理的转变。2009年，刑法修正案7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打击人肉搜索提供了刑法依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下令，明确网络侮辱、诽谤的入罪标准。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2023年的意见是网络暴力治理的里程碑式文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定性，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定性为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降低入罪门槛，明确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可以构成犯罪，强化平台责任，要求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建立预警预防机制，支持自诉转公诉，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暴力案件，可由公安机关提起公诉。这标志着社区治理从事后删帖转向事前预防和严厉惩治。然而，要真正根治网络暴力，仅靠法律手段远远不够，还需要平台技术治理、社区自治文化培育以及公民媒体素养的共同提升。
在高强度的内容审核机制下，中国互联网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生态。各大平台普遍采用机器审核加人工复核的双重机制。第一，关键词过滤，系统自动屏蔽包含敏感词的内容。第二，语义分析 ，AI 识别潜在违规语义，即是不包含敏感词。第三，图像识别，对图片、视频进行 OCR 和内容识别。第四，用户举报，引入用户参与的众包审核机制。这套审核体系覆盖了政治、色情、暴力、谣言等多个维度，敏感词库持续更新扩充。为了规避关键词过滤，中国网民发展出了一套极具创造力的加密通话体系。第一，拼音缩写，如 ZF 政府、JC 警察、GG 哥哥。第二，谐音替换，如和谐、茶水表等等。第三， emoji 表情，用特定表情符号替代敏感词。第四，特定名字，如1450台湾网络水军。第五，图片文字，将文字做成图片以规避文本审核。第六，拆字法，将敏感词拆分为偏旁部首。这种语言博弈持续进行，审核系统不断升级，用户的规避策略也在不断进化。部分平台甚至开始审核谐音词和拼音缩写，迫使用户发明更隐晦的表达方式。加密通话虽然保护了圈层内的交流，但也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公共讨论的门槛提高，不熟悉暗语的人难以参与讨论。寓意的模糊化，为规避审核而使用的隐晦表达容易产生误解。圈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群体发展出不同的暗语系统，加剧了数字巴别塔效应。自我审查的内化，用户在发言前会本能的预审，压抑了自由表达。语言的博弈折射出治理与表达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审核机制有效遏制了谣言、仇恨言论和违法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过度敏感的关键词过滤也误伤了正常的公共讨论，催生了一种自我阉割的表达文化。如何在秩序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仍是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命题。2021年以来，平台主体责任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核心概念。监管部门明确要求平台对其上的内容和用户行为承担管理责任，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责任。主要的责任形式包括内容审核责任，对违法违规内容及时发现、处置、报告；用户管理责任，建立用户信用体系，对违规用户进行惩罚；数据安全责任，保护用户个人信息，防止数据流泄；算法透明责任，公开推荐算法的基本原理，接受监管审查。2022年3月1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是全球首部专门针对算法推荐的监管法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大数据杀熟，不得利用算法对消费者实施差别定价；保障用户选择权，必须提供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禁止诱导沉迷，不得利用算法诱导用户过度消费或沉迷；算法备案制度，重要的算法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进入算法治理时代。然而，由于算法的黑箱特性，实际执行效果仍有待观察。30年来，中国互联网治理走过了从放任自流到严格管控的历程。实名制、青盲行动、网络暴力立法、算法治理一系列制度建设，使内网空间日益规范化、法治化。然而，治理的两难始终存在。秩序与活力，过度管控可能窒息社区的创造力与活力。安全与自由，保护用户免受网络暴力与保护表达自由之间存在张力。效率与公平，算法追求效率最大化，可能牺牲公共价值。全球化与本土化，中互联网的治理模式与全球主流存在差异。未来的中国互联网治理
需要在这些张力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真正的数字法治，不仅是法律的完善，更是治理理念、技术能力、公民素养的全面提升。30年来，中国互联网社区的语言演变是一部从创造力爆发到词汇通货膨胀的历史。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圈层边界的标识，时代精神的镜像。这一章将系统梳理中国网络语言的演变脉络，剖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逻辑。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代网络语言诞生于高校 BBS 和技术论坛。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是技术崇拜色彩浓厚，比如大虾，也就是大侠，指技术高手；菜鸟、新手；灌水，也就是发帖；班主，也就是版主。英文音译和缩写流行，比如 BBS、ICQ、Netizen、Email。表情符号萌芽，书面语和口语混合，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书面语规范。这一时期的网络语言使用者主要是高校师生和技术人员，能上网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象征，语言的精英色彩和技术门槛相辅相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语言进入草根狂欢时代。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是火星文的流行，用生僻字、异体字、符号组合替代常用汉字，比如我识太阳太阳小鬼；谐音梗的兴起，比如神马、酱子、同学、悲剧；自嘲文化的萌芽，比如屌丝一词诞生于百度礼仪吧，原本是对高富帅的反讽；流行语的病毒式传播，比如给力、坑爹、伤不起、有木有。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贾君鹏事件。2009年，一个在魔兽世界贴吧发布的无厘头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竟然引发了数百万回复，成为中国网络史上的奇观。这种无意义的集体狂欢，折射出草根网民对权威叙事的解构冲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第三代网络语言。这一时期的语言特征是表情包文化爆发，从简单的 emoji 到复杂的 GIF 动图，表情包成为网络交流的新语法。饭圈黑话的流行 ，ZQSG 真情实感 ，NSDD 你说的对 ，XSWL 笑死我了。缩写文化的极致化，几乎所有常用语都可以被缩写为拼音首字母。梗文化的兴起，特定事件或人物的片段被解构、重组、传播，形成梗。表情包的崛起尤为值得关注，它不仅是语言的补充，更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语言。一个恰到好处的表情包胜过千言万语。然而，表情包的流行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当复杂的情感被简化为几个预设的图片，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精确表达的能力？短视频的崛起使网络语言呈现新的特征，口语化回归，短视频以口语表达为主，书面网络用语开始向口语化回归。BGM 背景音乐的语言化，特定的音乐片段成为表达特定情绪的语言。梗的加速更替，抖音时代的梗生命周期极短，往往只有数周。跨平台融合，不同平台的语言开始相互渗透融合。从早期的 GG-MM 到现在的 UYYDS、NSDD、SRDS、YYSY， 拼音首字母缩写成为 Z 世代通用的网络方言。缩写的流行有多重原因：一、效率提升，在移动端打字，缩写显著提高效率；二、圈层认同，掌握特定缩写是圈内人的标志；三、审核规避，部分缩写如 ZF、JC 是为了规避平台的关键字审核；四、代际区隔，父母和老师看不懂的暗语强化了年轻人的独立空间。然而，缩写的泛滥也带来了问题。
当我们同一个缩写在不同寓意中有不同含义时，如 KY 可以指空隙或氛围，也可以指口嗨，误解和沟通障碍随之而来。更深层的问题是，当我们习惯了用4个字母表达复杂的意思，是否正在丧失组织完整句子的能力？表情包的兴起深刻改变了网络交流的方式，它的功能包括情感表达，文字难以传达的微妙情绪可以通过表情包精准表达；社交润滑，尴尬的对话可以用表情包化解；身份认同，使用特定类型的表情包，如猫猫表情包、阴阳怪气表情包，表明立场和品味；文化参与，参与热门表情包的创作和传播是一种文化实践。然而，表情包也带来了情感的标准化。当所有人都用同样的表情包表达喜悦、悲伤、愤怒，个体情感的独特性是否被抹杀？当我们用一个狗头来表示开玩笑，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懒得用语言来解释自己的意图？网络语言中的身份标签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心理。技术崇拜期，1994年到2004年，大夏和班竹。早期网络社区的身份标签体现了对技术能力和管理权力的尊崇。大夏也就是大侠，指技术高手；班竹指社区管理员。那是一个能上网本身就是身份象征的年代，掌握技术知识的人自然成为社区的意见领袖。这些称谓带有武侠小说的浪漫色彩，反映了早期网民对虚拟世界的理想主义想象。自嘲解构期，2010到2016，屌丝和高富帅。屌丝这个词诞生于2011年的百度李毅吧，原本是对高富帅，也就是高个子、富有、帅气的讽刺性自嘲。这个粗俗的词汇却意外击中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理痛点。在阶层固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他们用自嘲来消解现实的压力，用屌丝逆袭的叙事来安慰自己。屌丝文化的流行有其社会背景，房价高企，就业困难，上升通道收窄。年轻人用自嘲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也在自嘲中寻找集体认同。然而，过度的自嘲也可能演变为自我矮化，成为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机制。凭抵抗期，2020到2024年，打工人、牛马和鼠鼠。2020年后，新一代身份标签反映了年轻人在高压职场环境下的无奈和温和抵抗。打工人，2020年流行，既是对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也是对996工作制的无声抗议。牛马，2023年到2024年流行，比打工人更悲观，暗示自己像牲畜一样被驱使，没有尊严可言。鼠鼠，自比作为老鼠，暗示自己卑微弱小，在社会底层苟活。这些标签和屌丝的区别在于，屌丝的自嘲中还残存着逆袭的希望，而牛马、鼠鼠的自我定位几乎是一种彻底的放弃，承认自己只是被资本驱使的工具，唯一的价值就是干活。社区成为了这种集体情绪的宣泄口和共鸣箱。这种身份标签的演变，折射出中国年轻一代从乐观向悲观，从进取向躺平的心态转变。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心理的温度计。梗的泛滥是当代互联网的显著特征。从蓝瘦香菇到我太难了，从内卷到躺平，从绝绝子到芭比 Q 了。这些词汇以病毒式的速度传播，又以同样的速度过时。梗的传播机制包括共鸣性，击中大众的共同情绪或体验；简洁性，易于记忆、传播、模仿；娱乐性，带有幽默、夸张、反讽的元素；社交性，使用梗是一种社交信号，表明我也知道这个梗。在短视频时代，梗的生命周期被急速缩小，一个热门梗从诞生到过时，
往往只有几周甚至几天。这种加速带来的后果是语言的通货膨胀，旧梗贬值太快，必须不断发明新梗。注意力的碎片化，跟不上梗就意味着与年轻人脱节。交流的表面化，用梗代替思考，用标签代替分析。梗的本质是一种压缩的表达，用最少的字符传递最大的信息量，但这种压缩也带来了代价。情感的简化，复杂的情感被简化为贴标，高兴只能说 YYDS， 好笑只能说 XSWL， 悲伤只能说 EMO。 思考的退化，在急速刷新的信息流中，人们不再有耐心去组织精准细腻的语言，只能使用条件反射式的梗来快速宣泄情绪。讨论的浅薄化，深入分析被一句话总结取代，辩论被贴标签取代。当 YYDS 成为唯一的赞美方式，当 XSWL 成为唯一的笑声，语言的贫乏也就意味着思维的贫乏。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种集体性的失语症？不是不能说话，而是丧失了精确表达复杂思想的能力。高强度的内容审核机制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审核体写作风格，规避式表达，用谐音、拼音、符号规避敏感词；模糊化表述，用你懂的、懂的都懂等模糊表达替代明确陈述；反讽式写作，表面赞美，习之批评，让审核系统难以判断；自我消音，主动避开任何可能敏感的话题，说一半留一半。这种写作方式已经内化为许多网民的本能，他们在发言之前会自动进行预审，删除任何可能触发审核的内容。语言的自我规训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审核体的另一个后果是语言共同体的分裂，不同圈层发展出不同的暗语系统。饭圈有饭圈的黑话，二次元有二次元的术语，游戏圈有游戏圈的简称，政治讨论有政治讨论的隐语。这些语言系统相互隔阂，形成了一座座数字巴别塔。不同圈层的人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对方在说什么。30年来，中国网络语言经历了从精英到草根，从文本到视觉，从创造到模仿的演变。每一代网络语言都是其所处时代的镜像。技术崇拜时代的大夏、斑竹映射的是网络的理想主义童年；草根狂欢时代的火星文、屌丝映射的是大众参与的解构冲动；移动互联时代的表情包、拼音缩写映射的是效率至上与圈层分化；短视频时代的梗、牛马映射的是注意力碎片化与时代性焦虑。语言的演变从来不是孤立的语言学现象，而是社会变迁的症候。当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组织完整的长句，越来越依赖表情包和梗来表达，越来越习惯预审自己的发言，这不仅是语言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交流习惯、社会心理的深刻转型。这种失语症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社交媒体时代的通病。但在中国语境下，它与审核机制、算法推线、碎片化阅读等因素得加，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语言生态。年轻人既是这套语言系统的创造者，也是它的囚徒。未来的网络语言将走向何方？是进一步碎片化、表情化、梗化，还是会在某个节点迎来深度表达的复兴？或许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还珍视那种用精确语言表达复杂思想的能力，那种慢的、笨拙的，但真正属于人类的能力。回望30年，中国互联网社区的发展史是一部从连接到断裂再到重组的宏大叙事。
第一个10年，1994到2004是理想主义的10年，技术精英与知识分子构建了最早的电子乌托邦。BBS 是思想的集散地，人们相信连接可以带来启蒙。水木清华的黑底绿字界面里承载着一代人对理性、民主、自由的向往。那是一个车马慢的年代，每一封帖子都值得认真对待，每一个 ID 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第二个10年，2004到2014是草根狂欢的10年，大众涌入 ，BBS 的围墙被推倒，人肉搜索和爆霸运动展示了草根力量的野蛮和生猛。社交媒体开始重构人际关系，天涯的神帖文化达到巅峰。明朝那些事儿证明了网络社区可以孕育出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同时，微博的崛起宣告了长文阅读的终结，碎片化开始侵蚀深度。第3个10年，2014到2024是算法与资本的10年。移动互联将每个人通过屏幕缝合在网络中，垂直社区与短视频瓜分了用户时间，种草与变现成为核心逻辑，算法编织的茧房让公共性日益消亡。天涯的关停成为这个时代的隐喻，情怀无法变现，深度无人问津。中国互联网从水木清华时期开放互联的海洋，逐渐演变成了今天一个个壁垒森严的群岛。微信是生活操作系统的群岛，抖音和快手是娱乐与消杀时间的群岛，小红书是消费决策与生活方式的群岛，豆瓣是最后的精神避难所群岛。群岛之间互不通航，链接屏蔽，语言不通，黑化体系。站在2024年的节点上，随着 AI 大模型的介入，社区的形态或将面临新一轮的颠覆。当 AI agents 开始在社区中生成内容、参与讨论，甚至模拟情感时，喊人类或许将怀念那个在天涯论坛上通宵盖楼的，在 BBS 里用简陋文字寻找灵魂伴侣的纯村年代。那是一个回不去的车马慢时代，也是中国互联网最生猛、最鲜活的青春期。未来的中国互联网增长已触天花板，人口红利消失，竞争将完全转向对存量用户时间的极度压榨，以及在严密的规制下寻找安全表达的缝隙。对于平台而言，破圈是生存的渴望；对于用户而言，寻找一个无需戴着面具说话的树洞将是永恒的刚需。或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如何演进，而在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数字生活。是被算法喂养的被动消费者，还是主动创造内容的参与者？是躲在信息茧房里取暖的孤独者，还是愿意跨出舒适区与意见者对话的公民？30年前，那封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承载着连接的梦想。30年后，我们或许需要问自己：我们真的走向了世界，还是把自己关进了更精致的茧房？春风吹过，你曾奔跑的街巷，录取通知书映着夜夜慈祥的目光，粉色发丝如樱花般绽放，怎料潮水般的恶语撕裂时光。键盘敲碎纯真的梦想，黑夜吞噬23岁的朝阳。你像流星划过冰冷的
手机，每道伤疤的凭证，法律条文握不住沙砾般的公平，一语真实